我当时就觉得很诧异，性骚扰为什么不能说？这个小妹妹就说：“哦，对不起，姐姐。”啊，这个能讲吗？他已经亲到你了。但我说不好意思，我又没有错，对不对？后来呢？我那时候一个念头是，今天晚上是你要给我钱吧？哎呀妈！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老公这么抢手，我竟然还有男性的竞争对手呢。我刚出来的时候，我还遇到一个更可怕的，她是个阿嬷。真的，果然是老少男女通吃。I could be red, or I could be yellow, be blue, or I could be purple, be green or pink or black or white. I could be every color you like. 又要来了，还有爸爸和妈妈。耶！你那个还没有我的劲爆啊！你还有劲爆的？有，来说，还不止一次。说。不要说嘛，大家以为我自抬身价。我们录多长时间了？我不知道，我是那种老少咸宜、男女通吃的吗？所以你这个故事讲的是同性。之前有几位网友曾经这样说过。这个我们之后的影片，我会把这个几个留言剖出来，做一个人性的分析，不是分析一下优爸。哎呀妈！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老公这么抢手，我竟然还有男性的竞争对手呢。在上海，我们在一起有没有？还带小孩，是不是？从有悠悠开始。婚后啊？对，我就有2次被同性。那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啊？你说一个最劲爆的吧，好吗？好。这个人的年龄是？这个年龄已经要准备退休了啊，比你大概20岁。对，差不多。然后呢，是那种诗文的爱好者。诗文爱好者就是喜欢自己写新诗啊，浪漫派，浪漫的，对。因为工作的关系嘛，然后他也是我们的算顶头上司了，就管着拨钱给我的，那其实人都还不错，也不会刁难，然后就是很正常。一般我们同事要接触也很正常。那一次为什么要吃饭？就是要结束了嘛，到年底要结束了，那就很感谢他一路过来，对吧？那也不好送什么钱，因为这个东西我们那个一个专案也没多少钱，所以你都不可能送钱的。吃一顿吧，对吧？感谢一下也正常。我们就去吃，就是吃我们常去吃上海那个麻辣锅，对吧？然后也不便宜啊，对我们来讲，但是不是那种2万块人民币一碗，不超过500块钱人民币的。对，但对我俩来说很贵。对，我们同事也在嘛，现场是有3位还是4位？对，有4位，就是对方那个领导，然后我们自己，我还有另外2个同事，我们在那边一起吃，还带了一个小酒啊，他喜欢喝酒嘛，我也带了金门高粱给他。到结束之后我已经醉了，你知道我的酒量嘛，对吧？很差，具体的就是半杯倒。你不要夸大自己可以吗？我吹个牛好吗？半杯倒，对不对？然后3杯就要扶回家，大概这样子。不需要3杯吧？你不要夸大自己的酒量好吗？差那1-2杯，你不要那么激动，反正就是这样子啦。好，继续。那我就真的是醉了，你知道，已经在打瞌睡了。他醉了就会打瞌睡。对，就睡觉。对。然后我们同事就帮我扶到店门口，然后我们要叫车嘛，同事就叫车。这个领导呢，对吧？他也很好心的陪在我旁边，还不是坐，就站在我旁边啊。对，但我有感觉他站在旁边，但我已经醉了吧。然后呢，就眼睛像睡着了，已经半梦半醒之间，突然觉得，怎么有人靠近我？热气，对，然后呢，就把我头扶起来，我以为他在看我是怎么样，我就要张开眼睛嘛，他的嘴唇就硬上了，他已经亲到你了，很干，像沙漠的沙子一样粗干，还好没有生，他有生啊，对。没有，然后我就马上醒了，我说把他推走干嘛？酒就醒了。但
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比你高，他把你的头抬起来。我是坐着，我在打瞌睡。哦，对，然后他俯身，扬起了你的头，对，深情的给你的一吻。好吧，这是第一次公布，真是不好意思。但我说不好意思，因为我又没有错，对不对？后来呢？后来你怎么去反抗的？我就亲上去。没有，你亲我一口，我还你一口。他说你醒了，我说对。我说要不要扶你？我说不用。然后我就看我的同事，躲得远远的。然后那个呢，就是专案还没有全部结，你知道吧？因为结完之后还有最后的尾款要给，所以我也不可能你怕他不给你尾款，对，刁难你。对呀，那我也不可能他们职场嘛，难免在更大的上司去说这个事情，对吧？大家不好处理，对不对？对。后来那个同事被我开除了。真的啊？真的。我后来也问他，我说你刚刚为什么不救我？他说他也很害怕。我觉得大环境的确会造成这样，包括这个人选之人，就是会有很多担忧嘛。职场性骚扰，我觉得是所有性骚扰中，可能如果以给分10分满分的恐怖的话，我觉得职场性骚扰是大概将近9.5分。对，因为它中间掺杂了很多很复杂的情绪。对，它不是单纯的一个，比如说公车骚扰，对，而路边之类的对，很明确的，对，很明确的，对呀。但是职场，我前2天有看一个情感的类的节目啊，其实我现在仍然在想这个事情，跟大家八卦一下。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小妹妹，她到大学刚毕业，大概1-2年的样子，然后人长得很漂亮，进入了一家事业单位。这事业单位指定，我翻译一下，大家不懂什么叫事业单位，就是类似中油、国有企业，对。在编是什么？事业单位。在编是什么意思？就是正职。正职体制内，他就说他想辞职。我还蛮喜欢做模特这个行业的，因为我长得外表还可以，而且我对模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我喜欢拍照，我喜欢穿漂亮衣服。情感主播说不建议他辞职，认为这种铁饭碗潜在优势很多。我不得不承认，如果我回到我的家乡，我也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正职的工作，因为它旱涝保收，对，因为它有安全感。后来问一问这个女孩自己说，她说我想辞职吧，一面是我喜欢模特，喜欢拍照，一面就是说我遭遇了职场领导的性骚扰。然后呢，台湾的软件会不会有这种敏感词？它因为是直播连线嘛，如果说了这个性骚扰这3个字的话，被后台发现监视，这个直播就会被迫停掉。说小妹妹不好意思，我们直播不能说这3个字。我当时就觉得很诧异，性骚扰为什么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这个小妹妹就说对不起姐跟你说啊，没办法，忍着。为什么要忍着？为什么没有办法？这是铁饭碗，基本上你不出大错，一辈子你都在这工作，一直到你55岁女性退休，她才20多岁。如果说领导一直是她的领导，她忍着，她要忍到什么时候？她要忍接下来的30年吗？这个女孩想说点什么，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有很多的枷锁在女性的身上。那女孩说：“可是姐姐，就是我真的忍不了了，她真的一直就是这种长期的。”她说：“我很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就寻求帮助。”然后这姐妹说：“这个工作真的很难得，对，你要保住它呀。而且就是你真的，你因为这个事情你辞职了，你出去，你真的万一做失败了，这个社会真的压力太大了。你为什么就是人之常情，大环境就是这样的。”他说你可以警告他，现在就是政府抓的也严了，对吧？有告诉他这样的一个操作，这小妹妹就是有点迟疑啦，就是
好吧，谢谢姐姐。我从他的话语当中就是有气无力，他仿佛听到了答案，仿佛又没有听到答案，仿佛这个解决方式是行得通的，又仿佛这个解决方式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所以我当下我就内心很矛盾呐，这件事情一直憋到我现在，它已经过去1个多礼拜了。我觉得大环境不一样，所以它的严重的程度，包括处理的复杂度就会更增加。他最后忍无可忍，把那个男同事撂倒了，导致那个男同事胳膊脱臼。就看时候真的很爽，可能看到的女性观众觉得，哎，或许我可以这样，对吧？一个正面的一个觉得可以引导大家做的，勇于去拒绝，勇于去反击的一个。真的，大家没有经过你不知道。像我，对吧？那个男领导对我有说什么吗？我根本就没有说过。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环境。对，当然我个人对像美国社会，对不对？美国社会是怎么样的？有很多例子啊，我就最近看到一个例子，就是他的直属的上司，他们在开会嘛，开会坐下来的时候，比较轻松的时候，一个女性就进来了，然后那个美国上司就夸她说：“哎呀，你今天容光焕发，衣服穿得非常得体啊。”后来那个女孩就觉得你是在骚扰我她就去投诉他们的公司的这种性骚扰，居然成立，然后那男的就辞职了。被迫辞职，他仅仅说了这句话。对，他没有，而且是当着很多人面前。这个你会觉得很正常，对不对？就是你过来这边，对吧？让你心情好一点。哎呀，今天穿得很好看哦，就这种感觉，对不对？女性赞美，他可能觉得是。我后来想想，如果不是这个男的长官本来就有这种不好的记录，对吧？所以他就直觉你就是骚扰我，要么就是可能外形上稍微不讨喜。正所谓人丑性骚扰，人帅是什么？暗送秋波。对，这类似这样子哦，那都有可能性。但是对我而言，确实，我如果单单在那个情境之下夸了一句女同事就叫性骚扰，还蛮冤枉。女性遭遇职场性骚扰，一般都是在比较懵懂、比较胆怯、刚入职场居多，刚刚踏入社会，不了解我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再加上自己是新人，再加上工作啊，就觉得担忧的事情很多。但如果说你是职场老油条了，这种事发的几率应该是稍微比新来的少一点吧。几率比例的话，不一定不一定吗？你像我，对不对？男性职场不能说老油条，但起码是油条的，那也是遇不到了，对不对？对，遇到了还不敢反击。对呀，而且我也很害怕。你有很多担忧。对呀，我刚出来的时候，我还遇到一个更可怕的，跟我刚刚那个男的长官大概同等级可怕。性骚扰。也是在台湾。是啊，在台湾跟大陆中间的金门。也是男的。这是女的，但是她是个阿嬷。真的，果然是老少男女通吃，老少咸鱼，童叟无欺啊！故事是这样，听我慢慢说来。就是我们过去工作，然后当地的人就很热情在接待我们。金门人真的很好，我对金门观感非常好，除了那件小事之外。然后你晚上呢，就一顿吃完之后就要回去饭店休息了。这时候我自己的长官就喊我了，我们一会儿那个他们要带我们去唱歌，一起来吧。我说有点累，他说一起，就非要我过去。你就熬不过他，我就去了，非常后悔，我就不应该去，开到一个农村的那种土基层。不是唱歌吗？对呀，就类似台湾土基层，那你们那边的农家乐。那也很正常，因为有些地方农家乐怎么唱歌？有个 KTV 就可以了，有个设备就好了。一进去，对不对？看出来就是一个平房比较大的那种院子但是是有那个招牌啊。好了，我们就进去吧，人家带着进去。进去呢，那灯是粉红色，我心里就觉得不好，然后很破烂，你知道吧？
阿航说好吧，那等一下这地方应该是看起来是有陪唱歌的，对不对？那时候还是比较青春少女的，我想说那就认真唱歌。台湾叫做什么妹来着？传播妹是吗？对，但是金门那个应该也叫传播妹吧，但是应该是传播阿姨。好了，我坐下来之后呢，我就开始点歌，对不对？就因为是男的，我先落座了。好，咚咚咚，有人敲门了，然后一看，就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我还记得哦，我跟对方眼神交汇的瞬间，我们都愣了一下。因为那是一个阿嬷。阿嬷为什么要进来？对啊，但是你一看就知道她是来，因为她很浓妆艳抹啊。她看到我愣了一下，我看到她也愣了一下，因为我想说，当时一想说应该不是，她可能只是妈妈桑，走错了，不是妈妈桑有可能嘛。后面又是一个阿嬷后面又是一个阿嬷再来又是一个阿嬷那这个能讲吗？所有人都安静了，所有人不夸张，所有人都是这种表情，就是很尴尬的表情。不是阿公级别的长官，他就个个就入座了。旁边也坐一个就是第一个那个阿嬷。他坐下来瞬间，我闻到泥土的芳香。泥土芳香是什么味道？就是土的，就是泥土。真的有泥土的芳香？真的，就是他感觉他刚刚从田里工作完，刚做完农活。对。你没有在说笑吧？他就跟我说笑，哎呀，今天那个反正是类似这样，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知道？我就想说，哎，当时太懵了。我那时候一个念头是，今天晚上是你要给我钱吧？我对金门的印象非常好，就是在那个老大哥，有个老大哥就把那个女的推开，然后坐我旁边，把那女的跟我隔开，他开始跟我聊一整个晚上哦。然后老大哥看上你了？不是，他就陪我聊天，就讲一些543的，一直重复颠倒同样一句话。他就是救人生意外吧。那个阿姨还是阿伯，她也蛮克制的，也没有对我上下其手。她也懵啊。对，可能对于她的人生来说，这也是一次比较意外的事故。对，所以我人生的这个惊吓，我现在都印象很深刻，你知道吗？那个你现在还记得泥土的芳香？真的。闭眼，阿姨的长相和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清香的味道，不是依然犹存。泥土的味道跟她汗味交杂着，她刚洗完澡那个香皂的味道，对，就白来香皂。大家听个乐呵。对了，但我喜欢金门，真的，就你看，真的来救我，你知道吗？那个老大哥就一直跟我讲重复。你是那场局的意外。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是，我就装睡吧，开始睡吧，反正本来也喝醉了。不能睡睡了万一阿嬷对你做什么，你是睁开眼睛好还是不睁开眼睛好？就是这个电视剧我们看了，突然想起一些自己的故事。事情已经过去了，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场人生的经历，但对于很多可能是在看我们影片的人来说，有过类似的经历，或者说没有像我们就是在危险边缘，没有在严重下去，有些人可能会有更严重的一些，对，就不是骚扰跟侵犯了。对，再有就是可能现在正面临这样事情的朋友们，投诉申诉，一定要做这个事，真的，那种心理创伤，保护好自己，旁边的人不要去蜂鸟化。像刚才就是错误示范，我们在笑呢。我幼小的心灵，你知道吧？那个滴血呢。但是我如果在当下的话，我会救你的。对，但是真的要保护好自己，真的不只是女的，男的也会。大家也可以在留言下方问一问微微和优化相关的，你们好奇的还有哪些事情？我们觉得合适的、有意思的，我们下集给大家继续讲故事。那加入我们的会员的话，可以是参加我们的直播的连线，也可以直接的聊，那个就是尺度就更大一点，因为是我们的会员家人嘛，对，那聊的尺度就更大一点。这个影片呢，不能让它变黄标，对吧？那请期待下次影片吧。大家保护好自己哦，男的女的都一样。对，拜拜。还是要保护自己。在悠悠来了频道首页的右上方呢，
击加入，就会进入加入会员相关页面，可以选择优游粉、优爱粉或是优福粉。选择好之后呢，点击蓝色加入键，这时候就会出现付款页面，填写信用卡的安全码，打勾套用至所有装置上，点击右下角结账，完成。这时候出现页面，欢迎你加入悠悠来了频道会员，直播室等你哦。我是优妈，我是悠悠。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记得下方留言哦。对，还有别让